端午节，老公不愿意给女儿买10块钱一个的冰淇淋粽，却转头给寡妇的儿子买了699的机器人。爸爸，我想吃这个冰淇淋粽，我们班小朋友都说可好吃了。夏林然，你看看你教的好女儿，可真会算计。全家没人喜欢吃这东西，她自己就能自己吃了。1包粽子而已，女儿想吃就买了。不行，就是你们这种10块钱的事惯出来的臭毛病。她才5岁，你想要什么就给什么。叔叔，你看这个机器人，我想要。哟，浩浩眼光真好，这机器人又能想又能跑，叔叔给你买。699，景明，这太贵了，不能让你破费。只要浩浩喜欢，多少钱都不贵。我们浩浩有人疼，他爸爸在下面也能安心了。妈妈，爸爸为什么给别人买玩具，不愿意给我买粽子？爸爸不是不愿意，是担心淼淼吃了粽子以后就不乖乖吃饭了。都是你惯的，你要是早上让她好好吃早饭，还能闹这一出？不就10块钱的粽子吗？你至于这么凶？淼淼，妈妈给你买。夏凌然，你们娘家人的自私算计还真是一脉相承。夏淼淼才5岁，就会考虑自己的利益，教的不错。你在说什么？你爸为了防我，让我在公司当了10年的职员，这10年我天天看他的脸色，现在连你也要给我脸色看了吗？好，裴景明，既然你这么说，这些东西你自己结账去吧，我1分不出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要给浩浩买699的玩具，我没意见。但你看看这购物车里有哪一样是淼淼的？粽子礼盒是给周倩带回娘家的，进口零食是给浩浩的，我女儿呢？老婆，我哪有钱去结账？不是说好我上交生活费，你来负责生活开销？那点生活费连淼淼的学费都不够。弟妹，你别误会，景明就是心善，想着我们孤儿寡母不容易，要不这些东西我不要了。要？为什么不要？夏凌然，你至于吗？就为了10块钱的粽子，你跟我翻脸？我这不都是为了补偿他们一家吗？1年前，他开车带着好兄弟出了车祸，兄弟当场身亡。为了补偿，他把这对母子接进我们家，一住就是1年。这1年里，我看着他一步步把属于我女儿的东西，一点一点的送给别人。怎么样？求求你，救救我们母子！从今以后，我来照顾你们。他没了，我就是浩浩的爸爸。妈，老婆，这是周倩和浩浩，以后他们就住这儿，是一家人了。他没了爸爸是可怜，但裴景明，我问你，你对浩浩的好能不能不要建立在亏待自己女儿的基础上？我没亏待他，不就一个粽子吗？妈在家包了，回去吃怎么了？那机器人呢？妈在家包不了699的机器人吧？那孩子开口了，我能说不买？他妈妈在旁边看着，我能拒绝？所以，你怕周倩对你失望，就不怕我对你失望；你怕浩浩伤心，就不怕自己女儿伤心。妈妈，我们回家吧，我不吃粽子了。不，淼淼，你想要什么，妈妈给你买，不用看任何人脸色。裴景明，从今天起，你的补偿你自己买单，我不会再补贴。夏凌然，你给我站住！弟妹，对不起啊，景明，都怪浩浩不懂事。浩浩，还不快把机器人放回去？别理他，纯粹是惯的。先生，一共是1325块，怎么支付？爸妈，没事，耍小性子而已，等回去了哄哄他就行，让他给我把这些钱都报销了。妈妈，爸爸会不会生气？吃吧，吃吧，宝贝。记住，只要是正当的要求，你配得上这世界上任何东西。妈妈，好好吃，里面真的有冰淇淋。好吃就好。裴景明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让我女儿受任何人的委屈，包括你。我是机器人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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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浩浩，声音小一点好不好？阿姨头晕。啊！我的机器人！夏凌然，你对个小孩子动手！我只是让他声音小一点。夏凌然，你不就是气我给浩浩买玩具，我给淼淼买粽子吗？欺负一个没爸的孩子，你怎么嫉妒心这么重？算了，
弟妹也不是故意的，别怪她。妈妈没有欺负哥哥。夏林然，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成什么样子了！浩浩都说你抢他的机器人了，他还敢撒谎说你没碰到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欺负浩浩。对，妈妈没有欺负哥哥。夏林然，你还真是好意思抢孩子的玩具，还让女儿替你圆谎！你今天必须给浩浩道歉。叔叔，刚刚阿姨没有抢我的机器人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掉到地上的。夏林然，浩浩一个小孩子都不计前嫌替你说话，你一把岁数，连个孩子都比不上了。我说了我没欺负浩浩。裴景明，在你心里我就这么恶毒，你就这么不信我吗？算了，景明，弟妹肯定知道错了，别逼她了。不行，今天必须道歉。他一个大人抢孩子玩具还有理了？所以在你眼里，只有我和女儿会撒谎是吗？景明，弟妹，是我没用，只能看着别人脸色活着。弟妹，对不起，是我们娘俩给你添麻烦了，我们这就走。你走什么？你什么都没做错，是他小肚鸡肠，连女儿都教育不好。原来人真的会变。那个说要给女儿全世界的男人，现在连10块钱的粽子都不愿意给，而他的温柔全都给了别人的孩子。苗苗，看爸爸，笑一个。你一天给他拍180张照片，还拍不够啊？老婆，你快看，咱们女儿笑起来像个小天使。苗苗，爸爸的小公主，以后你想要什么，爸爸都给你。天上的星星爸爸摘不下来，但只要爸爸有的，全都给你。快回来，妈包了你爱吃的肉粽，还煮了艾草水，一会儿给浩浩洗个澡，去晦气。妈，马上到家了，最多半小时。奶奶，叔叔给我买了机器人。浩浩啊，奶奶给你包了红枣粽子，快回来吃啊！伯母您真是有心了，知道浩浩的口味，还一直记挂着。倩倩啊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景明说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就是我闺女，浩浩就是我亲外孙，亲外孙的口味我能不记得吗？奶奶，妈妈给我买了冰淇淋粽子，可好吃了。什么冰淇淋粽？那玩意儿能比得上家里包的？景明，你得管管林然，她大手大脚的，就知道糟践钱。淼淼的粽子很好吃，妈妈尝一口好不好？好。又怎么了？淼淼怎么了？哥哥踩到我脚了。夏林然，你看看，都是你惯出来的娇气的毛病，不小心碰到他脚都能小题大做。淼淼不哭。裴景明，你还记得淼淼也是你的女儿吗？你就这么袒护浩浩？夏林然，你把女儿教坏了，还好意思怪在我头上？妈妈，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没有，淼淼什么都没做错。是爸爸错了。糟糕，手机没电了。干嘛？裴景明，外面风大，淼淼感冒还没好，你赶紧回来接我们。现在知道打电话让我回去接你们了。你刚刚抢浩浩机器人的时候，怎么那么硬吃？我说了，我没有欺负浩浩。裴景明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。你到底回不回来接我们？想让我去接你也可以，你和淼淼录一个道歉视频发给周倩。景明，算了，弟妹不想道歉也没关系的。不行，她今天必须得道歉。你做梦！那就等你们想通了再说吧。原来他们才是一家人，而我和女儿才是外人。妈妈，我冷。凌然，爸，我错了。您说的对，裴景明根本不配，我们家的产业绝对不能交到裴景明的手上。怎么了？你在哪儿？我立马派人去接你。裴景明，你想当公司总宗好，我让你亲眼看着是怎么失去一切的。伯母，您多吃点芹菜，对身体好。哎呦，弟妹真是好福气，一下子多了个贴心闺女，可不是嘛？
以前就我一个人伺候一大家子，头疼脑热的都没人管。现在好了，有倩倩在，我总算有人疼了。林然呢？怎么没见回来？哼，人家千金大小姐哪儿看得上咱们这粗茶淡饭，带着孩子在外头吃好的呢。大家先吃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小裴，恭喜恭喜！刚接到通知，夏总明天正式退休，听说准备让你接管公司，以后可要多关照老哥啊！李主任您太客气了，平时都是您提携，一定一定。景明，怎么了？我老丈人明天退休，公司确定交给我了。你是说，你老丈人把公司交给你了？啊，可是弟妹那边不会跟他爸告状吧？告状？现在都几点了？换届名单早就定了，他告状也晚了。等明天接手公司，我看他夏林然还敢不敢给我脸色看。哎呀，那你好歹也做个样子啊！你说的对。老婆，你回来了，我正要去接你们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妈刚做好的饭，再放就要凉了，我就想着趁热吃几口，然后立刻就去接你们。接我们？你和别人的老婆孩子在这里高高兴兴过端午，还记得自己老婆女儿在寒风里站着吗？弟妹，你别生气，是我们不好，想着景明开车累，让他先吃口饭。要不我现在给你做饭去。这是我家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对不起，是我多事了。你冲他发什么火？他也是好心好意。他好心好意？那我问你，你们把我和淼淼扔在路上，自己回来大吃大喝，也是好心好意？夏林然，你少在这儿阴阳怪气的，不就一个10块钱的粽子吗？至于闹成这样，我包了一大锅粽子，谁不让你吃了？妈，10块钱的粽子是不值钱，但你儿子给浩浩买699的机器人时，怎么没嫌贵？我们娘俩在风里冻着的时候，你们这一大家子吃香喝辣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？你胡搅蛮缠！那机器人是我们补偿他的，你一个大人跟个没爹的孩子计较什么？补偿他，就用我女儿的幸福来补偿，用我女儿的父爱来补偿，那谁来补偿我女儿？夏林然，你够了！不够。裴景明，我问你，你欠周倩老公一条命，所以你要照顾他们母子。那我欠你什么？我女儿欠你什么？凭什么我们要跟着一起还债？妈妈，要怪就怪我和浩浩命苦讨人嫌。弟妹，你别生气，这699我马上就转账给景明，我不欠你们的。妈妈不哭。你干什么？我说了给你买就是给你买，谁也别想拿这个说事。夏林然，把人逼成这样，你满意了？不就是个10块钱的破粽子吗？你至于吗你？裴景明，我带着女儿在风里走了3个小时，她发着低烧，一直在咳，到底是谁逼谁？那是你自找的，谁让你口口声声说补偿，可你补偿的是谁？牺牲的又是谁？你想给浩浩买机器人可以，但你凭什么从自己女儿身上省那10块钱？我没省，我是为了她好，你惯着她借什么要什么。为了他好，为了他好，就是让他在生病的时候被亲爹扔在路上。裴景明，这种好你留着给浩浩吧，我女儿不稀罕。都怪我，景明，你别吵了，我们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让我怎么样？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？她老公是因为我死的，是因为我；浩浩没爸了，是因为我欠他们的，我这辈子都还不清。裴景明，你搞清楚，是你欠他们，不是我，更不是你女儿。你想还债，可以用你自己的钱、你自己的时间、你自己的命，你没资格用我女儿的父爱去还你的债。你想补偿是你的事，这套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，房产上只有我的名字，将来这也是给我女儿的。现在，请你们所有人从这里搬出去。什么你的房子？你嫁给我儿子，你的就是我儿子的，我儿子想给谁住就给谁住。你一个外姓人，凭什么赶我们走？妈，需要我现在拿房产证给你看吗？林然啊，大过节的别这样，一家人有话好好说，什么搬不搬的多见外。就是说出去都让人笑话，你们好歹是夫妻，哪有把婆婆亲戚赶出去的道理？传出去多难听啊！他们把我和我女儿扔在路上的时候，你们谁说过一句一家人？他裴景明护着周倩骂我和我女儿的时候，你们谁觉得难听？裴景明，我不会再忍了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你吓唬谁呢？
现在离婚有冷静期，只要我儿子不同意，你离不了。小裴，恭喜恭喜！刚接到通知，夏总明天正式退休，听说准备让你接管公司，以后可要多关照老哥啊！行啊，离，明天民政局开门，谁不去谁是孙子。不过夏林然，你想清楚，离了我，你带这个孩子能找什么样的？等明天我接手公司，掌握所有财产，看你怎么哭着回来求我。就是一个二手货带个拖油瓶，能值几个钱？从结婚第一天起，婆婆就没给过我好脸色。生淼淼那天，她在产房外听说是女儿，转身就走。我以为只要裴景明对我好，我都能忍。可是周倩母子来了以后，连她也不站在我这边了。景明，别这样，好好说。不用劝，让他离。好，明早9点，民政局见。现在，请你们所有人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！我就不走，我看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哎呦喂，你们快看啊！端午节，儿媳妇要把婆婆赶出家门，我命苦啊，养了个白眼狼啊！是要我报警吗？在我的房子里瞎胡闹，让警察来评评是谁欺负谁。夏林然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就为了一个10块钱的粽子，至于闹成这样吗？裴景明，我也问你，就为了一个10块钱的粽子，你至于把我和女儿扔在路上吗？至于让我们娘俩在风里站3个小时吗？至于让所有人指着我说我斤斤计较吗？妈，别跟他计较，这破房子给他，我明天就要接管公司了，到时候给你买个更大的。儿子，咱们走，等明天你接管了公司，赚了大钱，给倩倩买10栋这样的房子，让她后悔去。夏林然，你记住了，今天你赶我们走，明天你别哭着求我们回来。裴景明，你还在做春秋大梦呢。快看，今年的晋升名单出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景明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公司那边有消息了？消息来了，晋升名单里没有我。没有景明？夏林然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爸爸一句话的事儿，景明这1年白干了。你平时耍大小姐脾气也就算了，景明晋升的事儿你也闹。夏林然，我平时是不是太惯着你了？你背着我跟你爸说了什么？我晋升失败，对你对这个家有什么好处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林然啊，景明为了这个家累死累活，你不帮忙就算了，还拖他后腿。女人家格局大一点，别耽误男人的前程。公司是我爸的，他想让谁晋升就让谁晋升。裴景明，你摸着自己良心说，我什么时候拖过你的后腿？你只想着你的晋升，你想过我和女儿吗？你少在这里转移话题，晋升的事跟女儿有什么关系？夏林然，你别无理取闹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女儿要吃粽子，10块钱就10块钱。你带别的女人回家吃团圆饭，把我和亲生女儿丢在路边，裴景明，你跟我说晋升，你配吗？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，但你也不至于就因为这点小事去爸那边断我晋升的路吧？上周末你说带我和淼淼去公园，半路上周倩一个电话，你二话不说把我和女儿丢在大马路上，自己开车走了，你记得吗？弟妹，那天浩浩突然肚子疼，我实在找不到人送他去医院，才打的电话。景明也是好心，就是景明是去帮忙救人。弟妹，你当初嫁给景明，不就是图他心善？这点事儿，那天突然降温，淼淼冻得嘴唇发紫，哭着找爸爸。要不是那次，淼淼的感冒能拖到现在还不好。景明哪知道淼淼吹点风就病了，他又不是故意的。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就可以不管老婆孩子。不是故意的就可以把我们丢在路边，连几块钱的粽子都舍不得给女儿买。裴景明，你连自己女儿都不愿意疼，你凭什么晋升？凭你自私，凭你冷血吗？好，都是我的错。行了吧，老婆，你帮我去跟爸说一声，以后我一定改。你先让他把我的晋升名额弄回来，行不行？是啊，林然，看在孩子份上，你就帮景明这一次。他平时也不容易的，等升了职，肯定好好补偿你们娘俩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忽略你和女儿，不该发脾气，更不该把你们丢在路边。不可能，裴景明，我不会原谅你。林然，这次晋升对我太重要了，我熬了这么多年，不能就这么没了。你就帮我一次，在爸面前说句好话，求他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行吗？我不帮你，你的晋升是你自己的事，成与败都该你自己扛，和我们娘俩无关。还有，刚才谁说的？明天谁不去民政局离婚，谁是孙子？景明那是在气头上说的。林然，你不能这么任性。女人一辈子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景明就是你的天，
他好了，你和孩子才能好。就是，咱们女人家生来就是扶持男人的，他求你是给你面子，你可别给脸不要脸。不就是没买粽子丢路边吗？你就忍一忍，等他升了职，你又享不尽的福了，还犯得着闹离婚？是啊，你离了景明，带着个孩子能有什么好日子过？女人得靠男人撑腰，传出去，别人该说你不守妇道了。你们不用废话，这个婚我离定了。景明是一时糊涂，急红了眼，他以后肯定会改。你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也给这个家一次机会。是啊，林然，你别这么钻牛角尖儿。真离婚了，你一个女人家无依无靠的，能去哪里？景明要是真铁了心不让你带走孩子，你有办法吗？听我们一句劝，别闹了。孩子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也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抚养权我势在必得。就算走法律程序，我也一定会争到底。至于我以后的日子，放心，肯定会过得比你们好。离婚协议我回去拟好发你，明天上午9点民政局见。这房子我当发善心，施舍你们多住一晚。夏凌然，你给我等着！离就离，谁怕谁！景明哥，别生气，气坏了身体不值得。晋升的事以后还有机会。林然姐也是一时糊涂，她心里肯定还有你。倩丫头，你景明哥最听你的话了，你帮我们劝劝他。万一林然真和他离婚了，咱们一家都得喝西北风去。就是，景明，当初要是没有夏凌然，没有他爸，你就是个没背景的穷小子，能有今天？现在人家要离婚，你还硬气什么？我早说过要好好哄着林然，别整天耍大男子主义。你以为你多厉害？工作人脉哪一样不是靠着夏家？现在离了，什么都不是，看你以后怎么立足。我不用靠他，我的工作是我自己熬出来的，跟他爸有什么关系？让我哄他，不可能，他都要跟我离婚了，我凭什么哄他？景明哥，你别这么说，我知道你委屈，可伯母和姑姑们说的对，你现在确实不能跟林然姐离婚。要是真离了，夏叔叔那边肯定不会再帮你，公司里的人也会看你笑话，以后晋升就更没有希望了。连你也觉得我是靠他爸上位的？我当然知道景明哥是靠自己，你先跟林然姐服个软，把离婚的事压下来，等你以后掌权，主动权不就在你手里了吗？现在硬闹，吃亏的是你呀。倩丫头说的对，景明，你去好好哄林然，跟他道歉，求他别离婚。你要是不听，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妈。不哄，工作没了，面子丢了，连女儿都留不住，你自己好好掂量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你现在服软，不是怕他，是为了你自己。忍过这阵子，等你晋升了，得势了，林然怎么侮辱你，你就怎么还回去。我知道了，我去哄他。林然闹这么一出，不就是为了你哄他说2句软话？是啊，景明哥，林然姐那么爱你，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妈妈，怎么了，宝贝儿？苗苗，你怎么了？好烫，怎么发烧了？等一下，苗苗，你撑住，妈妈这就带你去医院。怎么了？苗苗怎么了？她发高烧了，我打不到车。快上车！林然，对不起，我不该不给苗苗买她最想吃的粽子，更不该把你和孩子扔在路上，是我害得孩子生病发烧，我真不是东西。我知道你生气，可我不能失去你们，不能失去这个家。裴景明，你闭嘴！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。你看淼淼，她还这么小，她需要爸爸，也需要妈妈。林然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在周倩出现之前，她确实给了女儿完整的爱。爸爸妈妈，淼淼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妈妈，我好饿。
想吃什么？妈妈给你买。不用，爸爸去给苗苗买。来，冰淇淋粽子，张嘴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爸爸也吃。爸爸不吃，都给苗苗吃。淼淼最爱爸爸啦。爸爸也爱你。为了女儿，或许我可以给她最后一次机会。我们在一起10几年，当初为了让他进公司，我差点跟爸闹掰。公司的事儿跟爸提了吗？爸同意你进公司了，但条件是要在基层干满10年。太好了，爸这是认可我了。回头再说吧，我再考虑一下。大早上的，非让我去买早餐，跑的腿都酸了。那冰淇淋粽子有啥好吃的？辛苦你了，我看看哪里酸了，给你揉揉。我这都是为了以后能站稳脚跟，先哄好林然，等拿到公司的权，一切都好说。你放心，我兄弟的命是因为我没的，我裴景明不会不管你们娘俩。可你这种方法能让夏林然回心转意吗？他是什么人我最了解，只要我勾勾手指给点好处，他立马屁颠屁颠的跑过来。那就好。不过你昨晚在家里吼得那么大声，真把我吓坏了。别害怕，都是演给他们看的。等事成了，我不会亏了你。不管我和林然有没有离婚，都会把你和浩浩当成家人照顾。裴景明，亏我还想着为了女儿原谅你，我以为你是真的回心转意，没想到你不过是在演戏。既然这样，我女儿根本不需要你这样的爸爸。苗苗已经没事了，这里不需要你，你回去吧。那就好，家里还有事，我先回去了。有什么情况赶紧给我打电话。中介吗？我是夏林然，我名下锦绣家园那套房子，麻烦尽快帮我卖掉。哥，夏小姐，购房合同都拟好了，您二位再核对一下细节。不先去看看房子吗？细节不用看了，我儿子着急上学，这房子我一眼就瞅中了。只要你能再便宜点，我现在就签字，一点不墨迹。行，既然大哥这么爽快，我也直接给你价格再降10万，咱们现在就签合同。痛快，就冲你这爽快劲儿，这买卖成了。走吧，我现在带你去看房。好嘞，走。祝二位合作愉快。啊！启明哥，就是小口子，不用这么在意。万一林然姐突然回来了怎么办？别提扫兴的人，他在医院守着淼淼呢，不会回来的。伤口不处理好，发炎了就麻烦了。就是这套房子了。行，我拍一圈给我儿子看看。门已打开。我操！裴景明，这是我家，你当着我的面拉着别的女人的手，贴身照顾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婚姻边界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们就是随便聊聊天，根本没有你想的那样。弟妹，你真的别误会，我们就是在修浩浩的机器人，我手不小心被零件划了个口子，景明哥只是好心帮我贴个创口贴而已。夏林然，你疯了吗？有病是不是？不过是修个玩具出了一个小伤口，你至于动手打人？
我打的就是你这种毫无婚姻底线，让别的女人登堂入室、毫无边界感的人。你对得起这个家，对得起我和女儿吗？你自己思想脏，看什么都脏。我都说了，我们就是聊聊天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，是不是有病？录什么录？夏林然，我看你是贼喊捉贼。苗苗还在医院呢，你居然带个陌生男人来家里，是不是早就跟他有一腿了？小子，说话注意点。什么叫有一腿？这房子夏小姐已经卖给我了，合同签了，定金付了。我今天是过来看房的。倒是你背着老婆和别的女人在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还敢倒打一耙，活了30多年，头一回见这么不要脸的男人。卖房？你要卖房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在医院熬了1天1夜，生怕苗苗出一点事儿。你倒好，前脚答应我要好好过日子，后脚就和周倩在我的房子里干龌龊事儿。这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我一个人的名字，我想卖就卖，不需要通知你。请你带着周倩，立刻马上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套房子已经被我卖了，现在带买家来看房。至于你儿子和周倩干了什么好事，你自己问他们。卖房？夏林然，你疯了吗？这房子是你和景明的婚房，你们还没离婚呢，你凭什么卖房？就算是卖，这钱也有景明一半，你别想独吞。你可真够黑心的，趁着景明不在家，偷偷卖房卷钱跑是吧？凭什么不能卖？这房子我婚前付的首付，婚后一个人还的贷款，跟裴景元没有半毛钱关系。那又怎么样？这房子夫妻共同财产，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，不然别想卖房。夫妻共同财产，来看看你的好儿子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儿。我当是什么大事儿？他俩不就是在这儿帮浩浩修修玩具、说说话吗？邻里之间互相帮个忙怎么了？景明心善，看倩倩孤儿寡母不容易，搭把手而已，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？哦呦，我还以为怎么了？不就是修个玩具聊聊天吗？多大点事儿！林然你也太敏感了，男人好心帮人，你反倒揪着不放，太不懂事儿了。林然，你看你多大点事儿啊！景明绝对不是那样的人。再说了，天下没有不偷腥的猫，只要他还愿意回家，还愿意对淼淼好，你就别往心里去。就是啊，林然，景明对你一心一意，你别这么任性，真把家散了，吃亏的还是你和淼淼。我在医院熬得心力交瘁，守着我们生病的女儿，他在家里搂着别的女人，毫无边界，这叫多大点事儿？这叫一心一意。这房子我已经卖了，裴景明他1分钱都别想拿到，你们也别在这里撒泼打滚，没用。要么自己出去，要么我报警。大家快来看啊！千里难容啊！我这个恶儿媳要赶我这个老太婆出门，还要卖我们家的房子啊！我儿子和他还没离婚，他就想卷钱跑。不管我这个婆婆，不管我那生病的孙女儿啊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女人心太狠了，老公不过做错了一点事儿，她就趁机赶婆婆出门卖房子，简直是丧尽天良。林然，你就原谅我吧，我知道自己做错了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好，什么都听你的。想靠撒泼打滚发动邻居来网暴我，以为我会家丑不外扬，咽下这口气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大妈，你别太伤心了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媳啊？还没离婚就卖房，太不像话了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就算是天大的错，他都给你跪下了，你还想怎么着？就是，天下男人哪有不犯错的？你就不能原谅他一次，非要把事情闹大，弄得人尽皆知，多难看啊！夏林然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要么不卖房子，要么就把卖房子的1半钱给景明，不然我就一直在这里哭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的真面目。各位叔叔阿姨、大哥大姐，今天我在医院照顾生病的女儿，她肺炎住院，高烧40度，我辛苦熬了1天1夜，回来却看到我丈夫裴景明带着别的女人待在家里不清不楚。老婆，要我怎么说你才肯相信？我跟周倩真没什么，她老公是因为我而死的，我平日才尽量帮衬她点儿，你吃醋也不能不讲理啊。弟妹，你真的误会景明哥了，兄弟妻不可亲，
景明哥真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弟妹，你要是对我有意见，你就跟我说，大不了我以后离景明哥远点就是了。你们两个颠倒黑白倒是一把好手。造孽呀！倩倩是我干女儿，还苦命死了老公，我们就是心善帮衬了她一把，你就天天闹，现在还要卖房，把我们一家子赶出去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，娶了这么歹毒的儿媳妇啊！见自己老公看一眼别的女的，就恨得牙痒痒，真是可悲。林然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说我颠倒黑白，证据呢？要证据是吧？来，大家看看，我刚在里面拍屋子情况呢。一进客厅，这俩人挨在一起摸着手，已婚男人跟别的寡妇在人家里这么亲近，半点边界都没有。夏小姐在医院里照顾生病的女儿，她老公就在家里跟别的女人不清不楚。我说你小子还是个男人吗？怎么好意思舔着个大脸在这逼逼？对不起啊，姑娘，我刚才太冲动了，没弄清楚情况。这事是他家不对，是他儿子对不起你。这视频是假的，我儿子清清白白。哎，大妈，你可真护短啊！你一大家子住着儿媳妇的房子，儿子做错事儿，你不教育，反而帮着他欺负儿媳，还要污蔑人家卷钱跑。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。你们别听他胡说，他是骗你们的，是他冤枉我儿子。就是，你们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想卖房卷钱，故意找人合成视频来污蔑我，骗我们。你要觉得他是污蔑你，那你报警啊！你就别自欺欺人了，赶紧走，别在这里欺负人，赶紧滚出去！我最后再说一次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我想卖就卖，裴景明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你们要么现在就走，要么我就报警，让警察来评评理。赶紧走，别在这里欺负人，赶紧滚出去！完了，全都完了。夏凌然要是真把房子卖了，我们家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天塌了！这事儿还没完呢，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现在离婚有冷静期，只要景明不同意离婚，夏凌然就没法跟景明离。这房子就算是夏凌然的婚前财产，卖房子的钱景明也有份儿。他想独吞，没那么容易。真的？咱们就让景明拖着，等他把卖房子的钱拿到手，咱们就找他要钱，不给就闹，让买家没办法入住。街坊邻居就算同情他，也没道理帮他。你说的对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夏凌然。景明，听妈的，不管夏凌然怎么跟你闹离婚，你都死活不同意。妈，你放心，他想甩掉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你怎么跑公司里来了？裴景明，现在跟我去民政局离婚。你想得美！我告诉你，夏凌然，我就是要拖着你，耗着你，让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。只要我不和你离婚，那房子的钱就是婚内财产，卖1分钱就得给我1半，少1分都不行。裴景明，你和周倩不清不楚，我1没跟你闹，2没让你难看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我就是对周倩母子好，她可怜我就该帮，你管不着。我和她走得近怎么了？不过是多照顾点，是你自己小题大做，是你把我逼得走投无路，我才会去找别人的，你活该。然然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跟我离婚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每天努力工作都是为了这个家，我舍不得你，我离不开你啊。裴景明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变脸？各位叔叔伯伯，求你们帮我劝劝然然吧。林然，夫妻之间哪有不闹矛盾的？床头打架床尾和，小裴都知道错了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是啊，孩子还小，不能没有完整的家。夏凌然，我不信你会在众人面前撕破脸，这个哑巴亏你吃定。林然，你平时使唤我罚我也就算了，只要你不和我说离婚，我都能忍。我是真的爱你，不能没有你啊！林然啊，别耍小性子了，公司现在正是关键时期，你们闹离婚影响不好，家和万事兴啊。裴景明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什么准备都没有，就单拳匹马过来跟你谈离婚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既然大家都说他真心悔改，那不如就让你们亲耳听听，他的真心到底值几个钱？夏凌然，我就是要拖着你，耗着你。夏凌然，你别胡说，什么东西给我？只要我不和你离婚，他可怜我就该帮，你管不着。我和他走得近怎么了？不过是多照顾点，是你自己小题大做，你活该。是他合成的，他陷害我。放屁！
林然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他是什么性子我们最清楚。我们真是瞎了眼，当初要不是看你对林然好，怎么会让你进公司当副总？裴景明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你欠我的，我会连本带利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，3天之内签字。我突然想起来家里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了。林然，是伯伯们误会了。想不到小裴平时看着挺老实，居然……怪不得夏总临时取消了他的晋升，看来不是没有原因。迈巴赫，当初结婚的时候，裴景明连辆代步车都买不起，一直开着我爸给我陪嫁的车。他一个基层员工，怎么能买得起这至少100多万的车？各位伯伯，让你们见笑了。我跟裴景明很快就要离婚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有件事情想拜托各位帮忙调查一下。林然，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，我们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。景明哥，之前不是说好了尽快跟夏林然离婚的吗？我这不是有苦衷吗？现在还不能离，时机还没到。苦衷？什么苦衷？我看你就是借口。你要是不想照顾我们娘俩，就算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兄弟是因为我没的，我发誓一定会照顾好你们娘俩，绝对不会不管你和浩浩。别生气了，这样，你看上什么，我给你买。好，那你给我买个 LV 最新款的包包，就当是给我赔罪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看上什么都给你买。欢迎光临。就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刷卡，密码6个8。景明哥，刚刚是我态度不好，我知道你最重情义，一直把我们母子俩放在心上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这张卡被冻结了，无法支付。不可能，换这张，这张肯定能用。先生，抱歉，这张卡也被冻结了，请问您还有其他支付方式吗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打个电话。夏林然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冻结了我的卡？你凭什么？是我，怎么了？裴景明，你好好想想，你这些年花的每一分钱，哪一样不是我挣来的？你的工资连自己的烟钱都不够，更别说你给周倩买东西出去挥霍了。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然然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跟你闹，不该气你。你把卡解冻好不好？我这会儿有急事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周倩来往了，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你就原谅我这一次，行不行？景明哥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账结好了没有？我还等着拿包包呢。150万，裴景明，你真以为你做的那些事能瞒得了我？你瞎嚷嚷什么？你哄我做什么？谁让你过来的？我不是让你在那边等着吗？谁让你说话的？都是你！要不是你，夏林然也不会挂我电话，也不会不帮我解冻银行卡。裴景明，你自己没本事，卡被冻结了，怪我干什么？你就是个废物，连张卡都搞不定，还说要给我买包包，要娶我，全都是骗人的。我废物？要不是为了你，我能这么狼狈吗？要不是你催着我离婚，我能跟夏林然闹成这样吗？你还好意思说我？裴景明，我算是看清楚你了，你就是个没本事、只会靠女人的软饭男。周倩，你给我回来！你敢骂我废物？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？裴景明，我们是市公安局的，这是我们的警官证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我们调查一起贪污受贿、职务侵占案件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搞错了吧？贪污受贿、职务侵占，不可能！我没有做过这些事，你们一定是认错人了。裴景明，有人实名举报你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产、收受贿赂，证据确凿，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，不要反抗。同志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是被冤枉的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，你们再查查，再查查。夏林然，你好狠！夏林然，开门！你给我开门！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报的警？你这个毒妇，你居然敢报警抓我！
你为什么要对我赶尽杀绝？我们夫妻一场，你至于吗？你报警抓我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是我报的警，又怎么样？你知道这意味什么吗？我会坐牢，会坐牢，你就这么恨我？裴景明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赶尽杀绝，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爸公司的东西。这些年，要不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，公司的员工能处处让着你，给你面子，你真以为你自己有多大本事？还不是因为你爸，他从来都不重视我，一直防着我。明明我有能力，他却只让我做基层员工，1个月就给我那点可怜的工资，连你的零头都不到，这都是你们逼我的。逼你？裴景明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，我爸待你不薄吧？他给你提供工作，给你机会，甚至在你没钱的时候一次次帮你，是你自己贪心不足，不知满足，利用他的信任侵占公司财产150万。裴景明，你贪了150万！婚姻上和别的女人毫无边界，还偷偷侵占财产，你好意思说是被逼的？你还要不要脸？我不弄钱，怎么抬头做人？我做这些都是被逼的，是你爸看不起我，是你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废物。我没有边界，我弄钱都是你们逼我的，我没有错，错的是你们。裴景明，你只会把所有错推给别人，你活得窝囊是因为你自己好吃懒做、贪得无厌。别再拿被逼当借口，你做的所有事都是你自己选的，跟我爸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，够你在里面待上好几年了。然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贪污受贿，不该对别的女人没有边界感，不该跟你闹，不该倒打一耙，你就放过我一马好不好？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一定痛改前非，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求你了，然然。行啊，先把离婚协议签了。你用这个逼我？离婚协议我已经拟好了，里面写的很清楚，你侵占的150万必须悉数归还，共同财产平分。只要你签字离婚，从此我们两清，也不会让你身败名裂。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？真的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了吗？签字吧。明天去民政局把离婚证领了。我会去撤掉举报材料，但你侵占的公司财产必须按时归还，否则我依旧会追究到底。然然，我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夏林然，你要死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卖房的钱只要你不给我一半，我是不会从这房子里搬走的。赶快来把买家弄走！谁让你们来的？这是我家的房子，我没点头，谁敢动一下试试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只要有我们在，你们别想踏进这个门一步，想动我们家的房子，做梦！夏小姐，您可来了！我今天带我媳妇来看房子，你这刁蛮婆婆一直拦着，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才一直忍着。我来解决。卖房合同我已经签了，不想吃牢饭就别在这撒泼。你和景明还没离婚呢，就算这房子卖了，卖房的钱也是你婚内所得，那就是景明的钱，必须分景明一半。我今天就把话撂这了，不分钱我就吊死在你家门口。那你就吊死好了。我跟裴景明已经离婚了。夏林然，你吹什么牛呢？你这心里眼里全是老公的人，能舍得离婚？就是，你在这装什么装？景明要是真和你离婚，指不定你哭成什么样。给我知道你在装模作样，变着法的让景明同意。你要是愿意离婚，我就是跪下管你叫妈都行。这下看清了吗？不可能，景明怎么可能跟你离婚？我不信，我现在就给景明打电话。景明，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跟夏林然离婚了？这死丫头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快说呀！妈，我俩真的离婚了。什么叫你俩真的离婚了？我不是让你拖着他不要离婚吗？他现在房子已经卖了，钱都拿到手了，这钱你不要，我来要。夏林然，你个丧门星！要不是你一点都不温柔体贴，从来都不照顾景明的情绪，不顾他的感受，他怎么可能和别的女人没边界？怎么可能离婚？
我儿子的事情，你必须负一半的责任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必须把卖房的钱给我一半。负责任？我负什么责任？裴景明不舍得给我女儿买10块钱的冰淇淋粽子，转头就给周倩的儿子买699块的玩具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他既然不顾我和女儿的感受，我凭什么要小心翼翼照顾他的情绪？凭什么要我为他的错？我不让！你不给我钱，我就死在这儿！我看你能不能心安理得的买房！老太婆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赶紧起来让开！我不管，我就要钱！不给钱我就不起来！你们欺负我一个老太婆，我不活了！喂，110吗？真是晦气，夏凌然没良心！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！我让你拖着夏凌然，你听不懂吗？你倒好，直接签字离婚了，白白丢掉几百万，你是不是傻？你爸走得早，我一个人起早贪黑，省吃俭用，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供你读书，盼着你有出息，结果你就这么不听我的话，你真是个白眼狼，我白养你了！你别闹了，我也是没办法。我看你就是被夏凌然迷昏了头，又被那个狐狸精周倩勾走了魂儿。你要是听我的，我们现在就能拿到钱了。你闹够了没？夏凌然报警说我贪污受贿、职务侵占，警察都已经抓我去问询了。要是不签字离婚，就要被抓走坐牢了。难道你希望看你儿子坐牢吗？不可能，他跟你夫妻一场，还有个女儿，他怎么敢真的送你去坐牢？景明，你现在就去认错，保证以后再也不跟周倩来往，只要复了婚，一切都能挽回。妈，没希望了。夏凌然这次是铁了心要跟我划清界限，而且我得赶紧筹200多万把挪用的公款补上，不然我就真的要坐牢了。200多万？你挪用了200多万？家里还有多少存款？你先拿出来给我补坑呢。存款？我哪有什么存款啊？妈，要不你再问问大姑二姑，问问他们有没有钱，让他们先借点给我。这么丢脸的事儿，你自己去问。再说了，你挪用公款，1分钱都没花在我身上，你把钱花哪儿去了？就找谁要去？我可没有钱给你填窟窿，我还要养老呢。抱歉，夏总，我拦了，但是没拦住。你先出去吧，把门带上。林然，求你了，再宽限我一段时间，我一定想办法，拼尽全力把挪用公款的窟窿补上，我保证。晚了，你挪用公款，公司上下都知道了。林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就帮我这一次，去跟你爸爸、跟公司高层说说好话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补上，我发誓。裴景明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为什么要帮你去求情？你挪用公款，触犯了公司规定，也触犯了法律，这都是你自己作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林然，你就当看在我们女儿的面子上帮帮我。淼淼还小，她不能没有爸爸，她不能有一个坐牢的爸爸呀。你也配跟我提淼淼？10块钱的冰淇淋粽子都不舍得给她买，转头就给周倩的儿子买几百块的玩具。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提女儿？你配当她的爸爸吗？我不配夏林然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夏淼淼的爸爸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把我送进去坐牢，对淼淼有什么好处？对你又有什么好处？裴景明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坐不坐牢跟我没有关系，对淼淼的前途也没有任何影响。淼淼有我这个妈妈，我会好好照顾她。她不需要一个不负责任、贪污受贿的爸爸。就是在报复我。你以为我和周倩走得近了一点？你以为我们离婚就故意报复我，想看我身败名裂、坐牢受苦？夏琳然，你真是心硬的像石头，一点旧情都不念。我跟你之间早就没有什么旧情可原了。你挪用的那些公款全花在周倩和她儿子身上了，你怎么不去找她要钱？怎么不去求她帮你？我好歹也是个男人，我也要面子。那些钱是我自愿给周倩花的，我怎么好意思再要回来？你那么硬气，现在在干嘛？夏琳然，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娶你。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喂，人事部吗？立刻给裴景明办理离职手续。另外，叫2个保安上来，把他从我办公室架出去，以后不准他再踏进公司一步。竟然要辞退我！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你还要赶尽杀绝，你这是要逼死我！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
夏凌然，你这个贱人！我娶了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！夏凌然，你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等着遭报应吧！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不要来我家找我，免得被邻居说闲话吗？倩倩，我想跟你借点钱。借钱？开什么玩笑？我哪来的钱？你没钱？我之前给你买了那么多包，那么多首饰，在你身上花了至少200万，你怎么会没钱？你就不能把那些包和首饰卖了帮我一把吗？你也知道我那些是包和首饰，10几万买的包，你去问问二手回收能卖几个钱？撑死了也就几万块，够你填窟窿吗？裴景明，你是不是急糊涂了？那还有首饰呢？你那些项链、手镯都是纯金加钻石的，卖二手也能值不少钱吧？奢侈品首饰卖二手就更不值钱了，你以为还是原价啊？折旧1半都算多的，那些东西卖了也顶不了什么用，纯属白费功夫。怎么可能？我在你身上200万呢！裴景明，咱们去北欧看极光，去马尔代夫海边，去阿尔卑斯山滑雪，加起来也花了将近100万。这种旅游花出去的钱怎么拿回来？姐姐，那你老公出车祸去世的时候，不是有100多万的赔偿金吗？你先借我用用，等我缓过来了，加倍还给你，好不好？裴景明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还好意思提我老公的赔偿金？要不是因为你开车分心出车祸，他能死吗？那100多万是我儿子以后娶媳妇买房的钱，我早就存了银行死期，不可能取出来给你填窟窿，你想都别想！我之前对你那么好，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，省吃俭用都满足你。现在我落难了，你既然不愿意帮我，眼睁睁看着我去坐牢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狠心？裴景明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？你以为我真的指望你照顾我们娘俩？你那些钱哪一分不是靠夏林然家的公司弄来的？你离开了夏林然，就是一无所有的废物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本来还以为你能把夏家的公司弄到手，以后我就能跟着你享清福，才愿意陪着你。结果呢，你离婚了，夏林然把房子卖了，你钱1分没拿到，现在还被公司辞退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我脑子坏了，才会继续跟着你。你竟然还指望我借钱给你？你说什么？你以前对我的温柔体贴，对我的好，都是装的。不然呢？要不是看你有几个臭钱，能给我买名牌、买首饰，我多看你一眼都嫌烦。裴景明，你别再自欺欺人了，赶紧走。这么对自己的老婆，家不欢迎你这种没本事还没边界的人。你以后也别再来烦我了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都是假的。林然，还是我对不起。嫁给裴景明的这些年，我一直没有放弃学习。后来我爸安排我进了公司，熟悉一段时间后，我很快晋升为夏总，成为了父亲的接班人。夏总，这是裴景明之前以个人名义签约的那个文创项目合约，我们核对时发现条款有重大漏洞。什么漏洞？如果项目无法按期完成，所有违约责任都由公司承担。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解约，但解约协议必须要裴景明本人签字。裴景明，他不是因为挪用公司200多万公款还不上被抓进去吗？现在人在看守所，怎么签字啊？是啊，这事儿总不能真让公司背锅吧？知道了，这件事情我来解决。林然，林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。自从我来到这里，我母亲不愿见我，周倩也带走我的钱款，失去联系，只有你愿意来看我。你别多想，我来不是看你，也不是管你。你之前私自签约的文创项目出了问题，这是解约协议，我来找你签字。林然，你真的这么绝情吗？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有那么多甜蜜的回忆，你对我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过去的感情都是你自己亲手摧毁的，别废话，赶紧签字，我没时间跟你耗。林然，等一下，如果当初我给苗苗买了那袋10块钱的冰淇淋粽子，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？就因为10块钱，好好的家就这么散了。你到现在还没意识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贱人，
不要脸！看我老公有钱就想去傍他，敢破坏我的家庭，我打死你！姐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求你了。苗苗，别看。妈妈，快看，好像是奶奶和浩浩。我想吃这个冰淇淋粽子。冰淇淋粽子，冰淇淋粽子。当初要不是因为这个冰淇淋粽子，我们一个好好的家，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啊？是淼淼呀，好久没看见你，淼淼好像长高了。过来，让奶奶看看。淼淼，咱们回家，外公在家准备了好多口味的粽子，有你爱吃的豆沙馅，还有蜜枣馅的，冰淇淋馅的也给你买了，这会儿正等着咱们回去吃呢。我知道这世间一定还有很多人和曾经的我一样，被困在失败的感情里，被过往的遗憾裹挟，不敢往前走，也无法释怀。但请相信，那些打不倒我们的，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。愿我们都能挣脱过往的枷锁，往后余生好好爱自己，好好守护身边的温暖，勇敢的去迎接属于自己的新生活，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